美国8月28日首次同意向日本出售射程1000公里的 JASSM-1R 巡航导弹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为1.04亿美元。据悉，此次出售的数量为50枚，未来将主要配备给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SI 和 F-35战机使用，使其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从而提高日本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届时，日本周边大部分国家都将纳入其打击范围内，如首尔至福冈春日基地的距离不过550公里。这些导弹如果从东海上空发射，便可以覆盖整个韩国领空；如果从日本北海道西部发射，覆盖范围将涵盖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如果由战斗机携带前出发射，导弹覆盖的范围将会更广。本期我们就来看看这款 JASSM-1R 巡航导弹。JASSM-1R 导弹是美国洛马公司在 JASSM 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美军最新一代全自主低可探测性战区外空对面巡航导弹，全长4.27米，翼展2.4米，射程约1000公里。导弹外形采用隐形设计，可规避导弹防御系统。导弹配备有武器数据链，可在飞行过程中重新定位目标。目前除美国外，只有澳大利亚、芬兰、波兰有机会列装，而现在又多了一个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空军和海军合作开发了 AGM-158 JASSM 导弹，但是由于其涡轮喷气发动机导致的航程限制，直到2009年才列装部署。JASSM 导弹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军的一型先进导弹，但由于仅400多公里航程，在其部署后，它的升级改造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现代化升级，美军的研发更加侧重于增加巡航导弹的射程，这便有了 JASSM-1R 版本。JASSM-1R 和 JASSM 一样，都采用了亲测爆炸破片式战斗部，均能够实施全天候作战。两弹具有相同的强悍能力和隐形性能，均重达907公斤，采用红外导引头和增强型数字式抗干扰 GPS 接收机，能够对目标的特定位置实施攻击。那与之相比， JASSM-1R 都进行了哪些技术升级呢？首先是 JASSM-1R 通过换装新发动机和增加弹体内的燃油容量，使其射程达到约1000公里，达到 JASSM 导弹射程的2.5倍以上。而射程的提升也可以让其打击更远距离的重要目标，而且还能让发射平台远离对方的防空网，增加实施攻击的安全性。JASSM-1R 的发动机由 Teledyne G402 涡轮喷气发动机换成了威廉姆斯国际公司的 F107 小型涡扇发动机，这是美国专用巡航导弹发动机的典型代表，由 WR-19 发动机发展而来的，具有3个显著的特征：一是 F107 系列发动机通用性极强，除了可用于 JASSM 系列导弹外，还可用充当战斧巡航导弹家族 AGM-86C 等一大批型号的动力系统。可以说，光一个 F107 系列的发动机就囊括了美国所有远程巡航导弹的动力装置，如美海军宙斯盾舰发射的战斧导弹，用的是 F107 WR402 发动机，其推力为2670牛及272公斤。用于 AGM-86C 的是 F107 WR103 发动机，推力为4440牛，而用于 JASSM-1R 的发动机则是 F107 WR105 涡扇发动机。由于采用金属陶瓷涡轮、石墨聚酰亚胺复合材料机匣等一系列先进材料，其推力高达6220牛，推重比则达到了10，使得 JASSM-1R 导弹以 1.1 吨的重量、450公斤的战斗部，达到了926公里的射程。二是 F107 系列发动机有着非常低的油耗，当其以9000米高度巡航时，每持续1小时提供1公斤的推力，只需消耗0.61公斤的燃料。
所以按 F-107的272公斤的推力计算，理论上其每小时的耗油量仅165.92公斤。也正因为该系列发动机的耗油量小，才使得没有必要设计太大的油箱，战斧导弹才能拥有重达450公斤的战斗部，而其燃料载荷则在175到550公斤之间，为超远航程提供了必备条件。3是 F-107系列发动机的尺寸非常小，其长度仅 1.26 米，自重只有 66.2 公斤，非常适合为导弹提供动力。总之 F-107 涡扇发动机的总体性能要超过之前的 Teledyne J402 涡轮喷气发动机，同样的动力能耗就比涡喷低很多，使导弹的射程更远。其次的升级是使 JASSM-1R 导弹可以与多种飞行平台集成。JASSM-1R 导弹在2014年投入使用，最初仅限于 B-1B 轰炸机使用。然而，随着 B-1 的退役，美空军只得把 JASSM-1R 导弹集成到其他多种飞行平台上，如非隐身平台。除了退役的 B-1 外，还包括 B-52 轰炸机以及 F-16和 F-15E 攻击鹰，而隐身平台则重点集中在了 B-2 隐形轰炸机上，目前已经完成集成测试。这样一来，美战机不仅能再度提高在敌方远程防空导弹射程外的打击能力，而且随着还能深入敌方的空域，打击敌方纵深地区的高价值目标。当然，此次日本购买的 JASSM-1R 导弹主要会被用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JSI 计划和他们实施的 C-2 运输机加装快速龙托盘计划。日本的 F-15J 原本是一款空中优势战斗机，是 F-15C 的授权生产型，基本不具备对地打击能力。但由于日本实施了 JSI 计划，正在将70架 F-15J 升级成 F-15JSI。升级后 F-15JSI 将具备携载 JASSM-1R 的能力，而其他可以配备 JASSM-1R 导弹的型号，在日本航空自卫队中还包括现有的 F-35A。该机可以通过外挂携载该型导弹，但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隐身外形。F-35B 同样可以通过外挂携带。日本自卫队正在计划购买42架 F-35B， 并将其装备在出云号和加贺号上。除此之外，日本仿 F-16造的 F-2 战机可能也会继承 JASSM-1R 导弹。这是一种主要用于对地对海打击的战斗机，可携带大型对地载荷。不过，这型战机预计会在2030年后退役。日方是否会对该机进行升级，以携载有限的 JASSM-1R 还尚不清楚。至于 C-2 配装快速龙托盘，是日本防卫省想使用 C-2 战术运输机投放安装在托盘上的对地打击巡航导弹。其基本原理和美国的快速龙计划差不多，也就是由运输机投放托盘，降落伞减速稳定后，由托盘发射对地打击导弹。这类攻击方式的优势是可以大量投放。JASSM-1R 重约1吨，通常而言，一架战斗机只能携带2枚，而 C-2 最大载重量超过30吨，理论上一次可发射10枚以上的这种导弹，可扮演轰炸机角色。具体内容，火力军之前就讨论过，想要了解的可以去频道里搜索。我们接着看美国对 JASSM-1R 导弹做的秘密测试。2021年12月，美空军秘密进行了远程隐身巡航导弹试射试验。试验中，一架 B-2 成功试射了1枚 JASSM-1R 导弹，并击中预定目标。诺格公司声称，此次试验将进一步提升 B-2 在全球范围内的打击能力，实现指哪儿打哪儿的能力。在未来战斗中，将能携载和发射 JASSM-1R 导弹。值得注意的是，诺格公司特别强调，此次试验中的 B-2 加装了新的雷达辅助瞄准系统，进一步增强了其使用精确制导弹药的能力。因为他们觉得 RATS 是核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即使轰炸机特遣部队在执行任务期间无法使用 GPS，RATS 也可以利用其雷达提供的位置数据，保证实施精准打击。只有在精确制导模式下，才能充分发挥 B6112核弹的能力。目前也只有 B-2、F-15E、F-35以及未来的 B-21才能够使用该型炸弹。
2022年6月，美空军一架 B-2利用 RATS 系统在托诺帕测试靶场上发布了 B6112联合测试组件。据当时美国空军测试评估中队指挥官的表示，在过去的9个月里，该中队进行了多次飞行，测试了新的 RATS 系统能力，并收集了关于其性能的测试点，确保了 B-2在拥有新 RATS 系统后仍拥有携载发射 B6112的能力。另外 ，B-2隐形轰炸机的通信设备也进行了现代化加密升级，提高了高频传输的安全性，并且诺格公司现已确认，在 B-2升级上学到的东西将应用到 B-21的可维护性、可持续性和任务完成能力上。所以 JASSM-1R 导弹及其他武器通信加密系统都将纳入 B-21的武器库中，从而进一步提升下一代 B-21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至于美军为什么要将 JASSM-1R 导弹集成到具有新 RATS 系统的 B-2上，这主要是为了让 B-2具备核打击和常规打击双重打击能力。我们知道 B-2的主要任务是核威慑，可受核武器控制条约的限制，即使 B-2具有强大的核打击能力，也难以应用于实践。而 JASSM-1R 导弹不同，它在美军及其盟友的长期战略计划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断升级的 JASSM-1R 导弹具有更高效、更经济以及能够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的作战能力，同时也能为作战平台提供较强的战略威慑。再加上 JASSM-1R 的制导方式为惯性制导加 GPS 导航定位加末段红外成像，同样可以在 GPS 信号被严重降级的强对抗环境中使用。因此，美空军将 JASSM-1R 导弹与 B-2进行集成整合，既可以通过现代化升级延长 B-2轰炸机的寿命，又可以为从反隐形雷达和拦截器范围之外为打击敌方高价值目标提供远程常规打击选择。当然，深入敌方领空打击位于敌方纵深地区的高价值目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JASSM-1R 已成为了 B-2的第一枚远程隐形导弹，大幅提升了 B-2平台的作战能力。除此之外，将 JASSM-1R 导弹集成到 B-2上，还弥补了美军现有作战平台不足，以及增加了美空军现有远程打击力量的多样性。目前，美国为了满足其全球战略的需求，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2种：一是加紧研发新一代航空武器系统，如研发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第5代多弹药等，以继续保持美军先进飞机装备的绝对优势；二是大幅度升级改造 B-2、B-52等老旧装备，以弥补现有装备不足，并满足不断扩大的现实战略需求。总之，将 JASSM-1R 导弹集成到 B-2上，为未来的附加功能打开了大门。而且 JASSM-1R 的改进型和衍生产品也已经在开发中，这将进一步扩大 JASSM-1R 的射程范围和战术灵活操作，其中包括 JASSM-1R2，它具有全新的机翼设计，将扩大其航程以及其他增强功能。JASSM-1R3 改进型，它将增加一个 M 码 GPS 接收器，在其引导包中提供额外的抗干扰和欺骗能力。而对即将拥有 JASSM-1R 导弹的日本而言，虽然此次日本仅仅采购了50枚，基本上只能齐射1-2次。若是敌方事先有准备，在有效拦截的情况下，能给对方制造的真正威胁有限。但根据日本的规划，日本还将采购500枚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由此可见，日本从美国采购 JASSM-1R 导弹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开始。另外，日本还正在研制改进型的12式反舰导弹，这是一款拥有隐身能力且能供多种不同作战平台使用的新式多用途远程亚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由日本的三菱重工集团负责研制生产，以确保在未来海战中能在假想对手方新一代远程防空反舰导弹的射程之外，安全攻击其各类水面作战舰艇，并且日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拦截系统也都在研制计划中。前者，日本防卫省加护在2030年部署高超音速导弹，以通过加强反击能力来增强威慑力；后者是打算和美国在导弹防御技术研发领域进行2次合作，目标是研发一款具有转向能力的新型拦截系统，以拦截低轨高速运行且能改变飞行轨迹的导弹。可以说，日本恢复正规军队力量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好了，关于日本获得 JASSM-1R 导弹，大家是什么看法？对该型导弹的性能还有什么补充？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